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说实话，一般情况下，老车吐槽烂剧很少说演员的事儿。但今年白鹿和王鹤棣上映的戏确实都挺迷的。你看，从长月烬明到年初的浮屠缘，我认为就已经够烂的了。可谁成想俩人这回呢又合体演了一部以爱为营，反正咱也不知道是真没啥戏演了，还是实在是缺钱了。总之能接这种复古又烂到家的剧，我是真的理解不太了。你说就这剧吧，是既不能吸引路人缘，粉丝也不买账。应该说之前因为这种电视剧，我就没少吐槽林允和沈月接的一些戏，真的咱都没法用单纯的玛丽苏来形容这种剧。如果用5个形容词来概括，那就是台词俗套、剧情复古、情节狗血、制作极差。当然，这些对于我这种刷烂剧的老油条来说都还可以忍受。其实最让我忍受不了的就是编剧和导演的传统异能拉郎配，也就是把2个毫无感情基础、没有半点生活交集的人硬往一起凑合的剧。整部戏演的就好像是编剧和导演的模拟养成游戏似的，把一个恋爱言情剧硬生生的拍成了包办婚姻。真的，就这种剧情咱都不用倒退回太远，就倒退回10年前，大伙儿都觉得略显俗套。为啥这么说呢？我记得10年前，也就是13年的时候，甘婷婷就演过这种剧，叫什么《恋爱相对论》。男主呢，请的还是当时有名的韩星朴海镇，只不过和以爱为营不同的是，这里面女主是富二代了，女主是事业有成的总监了，而男主呢，成了意外闯入女主生活的业余摄影师了。之后后面剧情和以爱为营的结构都一样，就是男主突然有一个劈腿的女友了，然后剧组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制造几个巧合，把俩人给搓到一起。最后就是女主怎么凭借身份和财力帮助男主的，怎么上演合久必闹矛盾，闹完矛盾必和好的剧情了。当然，这种同片不同线的烂剧比比皆是。不信我再给大伙说一个我能记住的，例如迪丽热巴演的《幸福触手可及》也是，女主开局未婚夫直接劈腿，霸总男主上线全程护妻，上演欢喜冤家的剧情。来，你让大伙说说这剧从结构上和以爱为营有啥区别？当然，你要说市面上这类型的剧少吧，我都不说啥了。就好比咱再打个比方，倒退回20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一个叫《男才女貌》的剧，就是林心如和陆毅演的那个剧。你算吧，那时候我还上小学呢，我就记得那时候每天晚上我家里人都有人看着剧。应该说这剧的剧情结构也一样，咱不能说这剧的剧情有多好，我只能说他演得早。其实这剧的开头也是林心如演的女主开局就被男友劈腿了，然后意外偶遇了陆毅演的霸总，之后就是男主凭借身份之便帮助女主的剧情了。而且咱说句良心话，那时候剧情也不像现在这么假呀，人家男主在台词里就直接说了，相中一个人帮他有错吗？所以人家根本就不需要欢喜冤家的设定来给男女主的感情做铺垫。而且最主要的是人家就20集演完就拉倒，说白了，当你觉得磨叽的时候，人家直接就结局了。哦对了，这剧曾黎还是女二，反正咱也不知道曾黎前后20年演相同套路的剧有什么感想。当然说了这么多，没有看过这些剧的朋友也不会了解以爱为营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这样咱们吧，还是按照惯例来说一下它这里面的歌词大意。首先，这剧和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剧其实没啥区别。女主小郑呢是一家财经杂志的记者，男主庄哥呢是一家风头正盛的上市科技公司老总，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职场打工妹和冷面霸总的设定。这不，咱们庄哥有一天呢，因为看了咱们女主的财经杂志，结果一眼就相中了女主的文章，于是指定要让女主来给自己做专访。说实话，这剧情其实都还比较正常，但是镜头一转到女主这边的时候呢，编剧就开始玩花活了，说什么女主在杂志社里1年拿下了9期的头版头条。老实讲，这个我信，但是紧接着这姐们又补了一句，说这家杂志社的主编1年的最高记录也就8期，女主在杂志社里算是史无前例了。真的，这你就属实有点吹牛。不说别的，这杂志社的主编咋的？是你家啥亲戚呢？亲姐呀，还是亲妈呀？啥好事都想着让你上，你这说白了也太不符合职场生态了，完全就是玛丽苏职场剧的套路，和沈月、言承旭演的那个我好喜欢你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完全差不多。我就想问问大伙啊，咱也别装什么圣人，假如你是主编的话，女主和你非亲非故的，你会无私奉献的把好机会都让给她一个人，然后让其他手下吃瓜当陪衬吗？说白了，让你这么领导你也服不了众啊，况且你的一个下属业绩都让你帮的比你这个主编还要好了，那么请问你这个主编还怎么往上爬？真的，咱都不用说什么爹味说教的话，就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别人请你吃饭，然后你在饭桌上夹菜，你不可能专盯着一个菜匣吧？当然，如果你要问编剧为什么这么干，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没上过班呗，以为职场女性只要肯干，所有人就都围着你转，把职场想象成自家的后花园了。真的，就这种脑缺桥段，自打我看完
了不起的麦瑟尔女士和庄江启示录之后，就根本就看不下去了。可以说与现实中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完完全全脱节的。不光如此，这不说女主这2天马上就要专访男主了，结果人家男主这头呢，因为行程问题要参加一个私人晚宴，就把这次专访临时取消了，然后让手底下的助理通知女主说1周之后再开始专访。可谁成想女主一听马上就不干了，说什么延迟到下周，这周的头版就没啥节目可写了。你说你这不扯呢吗？真的，咱先不说你身为一个财经记者自己做不做备案，就算你不做，那咋的，一个给人打工的杂志记者每个月都要做头版头条啊？这杂志社咋的，你家开的呀？当然这还不是最悬浮的，紧接着编剧为了强行把男女主往一起撮合，想了一个什么馊主意呢？说让女主给她号称人美路子广的闺蜜打电话，让她去打听打听庄哥今天晚上到底去哪儿参加私人晚宴，然后她好过去上人家门口堵男主去。真的，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姐妹儿，你确定你干的是财经记者吗？我咋看你这架势好像是干狗仔队出身的呢？反正可能也是老车孤陋寡闻啊，我是没见过哪个财经记者天天追求头版头条，专门打听人私人行程的。咱都不用说这种财经杂志，你就算是专门做访谈节目的陈鲁豫，人家采访王健林这种级别的企业家，也没说打听人家私人行程去堵人家去吧。先不说你能不能堵到，就算你真堵着了，你知道人家私人晚宴都谈些什么吗？你知道这种场合到底合不合适采访吗？真的，就算是在座的各位，有一天让你去采访华为的任总、苹果的库克，人家这边都答应下周接受你专访了，然后你非说自己没节目，去查人家私人行程去堵人家去，我就问这事儿你能干出来不？说白了，堵人家一呢不礼貌，二呢你根本不了解人家上市老板的脾气秉性和行事风格，你这么做闹不好答应你的专访也会因为你这种狗仔行为取消啊！好家伙，有一个上市老板的行程，助理都不敢随便透露，然后你一个杂志记者侦查起我来了，哎，我就问你是老板，你来不来气？真的，就这种情节都不是悬浮的问题了，是正常人压根就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当然，这种脑缺桥段也只是整部剧的冰山一角，充其量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台词俗套、剧情复古、情节狗血的问题，这些呢还不足以说明剧组的拉郎配。紧接着咱们再往后看，这不在晚宴上说在门口堵男主吗？结果女主刚到现场就和人家男二一个海归教授唠起了家常，还加上了绿泡泡，直接错过了堵男主的时机。本来吧，男主的助理也觉得让一个小姑娘在这儿等这么久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打算叫车送女主回家。可谁成想人家女主这时呢又硬起来了，不用，我寻思女主这是要等晚宴结束等咱们庄哥。哎，结果万万没想到，人家直接走出现场回家了，并且还赶上了剧组营造的迎宫敬语。当然，如果按照复古玛丽苏的套路，女主一定是按部就班的被男主给接走了，然后俩人就认识了。说实话，如果他真要这么演的话，这段戏我就不喷了，因为俗套点总比没逻辑强嘛。哎，结果剧组后面弄出一个什么扯淡情节呢？女主出来在路边等车，男主这时也坐车准备回家了。真的看到这儿都给我看傻了。你看啊，女主要走的时候，晚宴这时才刚刚开始，等到女主出门等车的时候呢，男主也准备回家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要么女主就是在这逛故宫的，刻意在大雨里面等男主，要么就是这晚宴就是为女主开的，女主一说要走，庄哥这边晚宴就结束了。总之，女主、男主、剧组他们3个里面必须得有一个脑子是有问题的。你看啊，如果你是女主要走，你会傻到在路边冒着大雨等车等到晚宴结束吗？咱就算堵车，就算外面下雨，就算约好了男朋友接你，你不会出门找个饭店或者咖啡馆吗？再说了，你要是真是怕雨淋，你也不会出来等车呀。你在这晚宴门口坐着等你男友接你不好吗？而且我都不稀罕说这剧的垃圾制作，你看前面女主到晚宴现场，天上一片云彩都没有，这摄像还特意给夜空来了个特写。紧接着女主采访不到人了，出了会场马上就大雨滂沱了。我说大姐，你和萧敬腾是亲姐俩吧？这降雨效果说白了比增雨炮弹来的都快呀。而且你要说男主晚宴结束快也说不通，反正我没见过哪个晚宴刚举杯说2句话就结束的。说白了，就算村里结婚吃流水席，他也没你这么快呀。所以合计来合计去，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桥段就是为了给男女主欢喜冤家的设定做铺垫的，强行把男女主往一起撮合。当然，如果剧组仅仅就是整这么一次吧，我也就忍了。可紧接着后面为了采访，女主强行赖在男主会客的跑马场里，我是实在忍不了了。你看人家男主到马场里都说了让女主走，结果女主呢非要搭人家顺风车回去。真的，咱叫个网约车不行吗？
咋的？你天天偷版还差这仨瓜俩枣的呀？你说你求人家专访，然后还和人家男主置气，你不有病吗？当然这些都不是最扯的，就在俩人下车，男主准备打发女主走的时候，此时男主的一切安保和助理全部下线，就硬生生的看着女主在这赖着不走。真的，剧组你这强行给女主铺路的意图也太明显了吧？真的，就这还不算完呢，这不俩人坐车回家的时候，在女主全程一个字没说自己住哪儿的情况下，男主的司机居然把女主给送回家了。真的都给我看笑了。老实讲，你要说女主说了自己家住哪儿，镜头里没表，这情节我连提都不带提的。可关键是男主刚说完送女主回家，女主就在车里睡着了，一直睡到自己家楼下。你就说吧，男主和男主这司机是怎么知道女主家的？咋的？男主和女主早就珠胎暗合了？这拉郎配也没有你这么配的呀！而且不光是剧情，相信看过老车以往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少说一部剧的滤镜问题，但这部剧的滤镜我不得不说，终于让我在一部言情剧里感受到了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试验核爆的照射感。不得不说，这导演和后期属实有两下子啊！真的，于妈看了这滤镜，我估计都得在脑袋上套个护目镜。还有这镜头也是，动不动就给女主来个对视特写，咋的？这拍个言情剧还学上隔壁三哥了？我记得好像三哥以前拍电视剧的时候就总好干这事儿。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吧，再往下看我这看不下去了。本来我这显示器就不带硬件防蓝光的，再看几集我估计眼睛都得给我看坏了。好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